晴朗，指尖闪烁微光，那是希望衬托生命的坚强。不曾动摇信仰，守护你是唯一的愿望，坚持新的方向，救死扶伤，负起担当。领导吗？你不是科主任吗？你不是很能吗？人家警察都来了，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精神病交给警察？那个孙萌就不会死了。他那么年轻，是一个那么有前途的医生，他又聪明又好学。我建议我告诉你，就是你害了他，是你自负害了他，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就是你把孙萌给害死的。你不是能吗？你坐在这儿干什么？你给我进去！你给我进去！你把孙萌给我救活！刘主任也是好心啊，刘主任。哎呦，哎呦，哎，你洗手没有啊？我这不洗。哎，还是个孩子，饭好了。还有拿手夹菜。对呀，总是改不了。还是以前的味道，阿姨做饭都那么好吃。你说这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你都32岁了。有吗？我算是把你培养出来了，哈佛医学院的博士生。等去那边，我见着你父母，和他们也有个交代了。妈，阿姨，这些年幸亏有你，
不然我肯定会变成一个流浪儿童。来，当上酒，我要好好敬阿姨一杯。好，这给你。阿姨，我敬您。来，一起。好，妈，身体健康。好。开动了，好吃。过几天，你父母的忌日就到了，我们到时候一起去看他们。好。你说就那么巧，火灾那天正好我去开会，如果我在，李大力他就不敢开火煮什么面。你爸爸妈妈是心肠软，好说话，也不管管他，要不然能失火吗？妈，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您老提他干嘛呀？您看现在我和小吉都这么好，也不用您操心，您就别老沉浸在过去，不能释怀了，好吗？嗯，对啊，阿姨，都过去了。小琪，你别以为你说过去了，我就真会相信。当初你和雨宁学的是生物化学，为什么转头你又去学了急诊学呢？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放下。小七，我觉得这真是你的错觉。你是希望他们都活下来，所以总觉得医生抢救不及时。后来我问过医生，其实送你父母到医院的路上，他们就已经不行了。不可能，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在救护车里他们还跟我说话呢。就是因为医生抢救不及时，那天只有一个值班医生。咱们不说这个话题好吗？这么多好菜，来，再喝杯酒。来，好。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呀？那个，阿姨，怎么了？心脏不舒服是吗？药在哪呢？药在妈卧室床头柜里。妈，我给你倒杯水啊。喂，音响，你在哪儿？有空吗？找地方聊聊呗。嘿，老同学，好久不见。来，坐。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就不能找你喝酒啊？好，舍命陪君子。waitress， 喝点什么 The same. Thank you. 哎，你是不是快去医院报道了？哎呀，我好嫉妒你啊！
嫉妒我什么呀？我们这帮同学里，就你拿了博士学位，却舍得放下国外优厚的条件，选择回国，而且还是又苦又累的急诊科。你说，thanks。你说我能不嫉妒你吗？我怎么听上去不像嫉妒呢？啊，你在讽刺我吧？我真不是讽刺，我欣赏你。来，你那么欣赏我，那你干了吧。哎呦，我是看出来了，你今天这是心里不痛快呀。我必须把你撂倒。行。哎，算了，这有点贵的。说心里话，我真的欣赏你。在咱们那波同学里，也就你还坚守着当年的理想，并且一直为之奋斗着。印象，我问你个事啊，你说我爸妈和郑阿姨当年研发的那个药，你还记得吗？你说这专利应该属于谁的？应该是你爸妈的呀。我今天看到那个专利书了，上面写的郑兰阿姨的名字。也许是你爸妈过世的时候还没有申请专利，然后郑阿姨就帮忙代劳了。毕竟你那个时候还小嘛。也许吧。江姐，您过来了。到这里。好。哎，前2天您不是刚买了一辆吗？丢了。孙萌那事儿，我知道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医生。你别太自责，这跟你没有多大的关系。不管怎么说，他死了。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医生，一个有前途的医生，因为我死了。他才30岁。有准是说，如果当时不是我那么自负，让警察直接击毙那个精神病患者，他就不会死。所以我是杀人凶手。别听刘慧敏的，他恨不得所有的责任你一个人担着。这下好了，主任任命肯定是没了，你可能还得受一个处分。咱俩都离婚2年了，你怎么还四处打听我的事儿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这时候跟我较什么劲儿？处分就处分，2条人命跟1处分比，处分算什么？这为一个精神病，值得吗？精神病患者也是人，我是医生，在我眼里他不光是歹徒，他还是个病人。是你是医生，可他不是一般的患者，他持刀行凶啊！警察都来了，你为什么不交给警察呢？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怎么认？都怕担责任。如果我们医生都不愿意担责任，那谁去治病救人？人命关天。我是医生，在我眼里，人命大于一切。如果当时我能劝养那精神病患者放下刀，他就不会死。如果当时孙萌没有突然蹦起来，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谁都不会死。是你伟大，你了不起。那现在你可怎么办啊？你这主任当不上了，你还有机会翻身吗？那么稀罕那主任。爸妈，我来看你们了。李叔叔，我是江小琪。小琪，
真的是小齐啊，都长这么大了。那姜老师的女儿，那时候小学刚毕业，才这么高，都长这么大了。李叔叔，你们还好吗？这么多年没见了。挺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记得我爸妈。精神好的时候，就张罗着要来，我们经常来的。精神好的时候，他现在这种毛病，时好时坏的。李叔叔，我现在在燕京大学国际医院，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过来找我。是吗？太好了，有事儿我们肯定会麻烦你。以后啊，你也常到家里来坐坐啊，我给你做好吃的。嗯。刘主任早。刘主任，刘主任早。这孙大夫出事后这些天，他就没有一天有好脸色。哎呀，别惹他就行。他既然看不见咱们，那咱们也假装看不见他呗。啊，我到了，在地库呢啊。谁呀？破自行车停这儿！说谁车破呢？我新买的。怎么又是你？我正想问你呢，怎么又是你啊？这是汽车停车位，知道吗？再说了，这是本院职工的停车位，你看病停到门诊楼去。那就对了，我是员工，我不是患者。哪科呢？你别管我哪科室的，反正我是员工。行行行，就算你是员工，你这也不是停自行车的地方啊。那你告诉我，员工的自行车停车位在哪里？我哪知道？你都不知道，那我就真没办法了。我赶时间，我告诉你，我车肯定坏，你要陪我，你别跑，不能动，听到没有？我还陪你我？就这车还锁着呢。哎，正找你呢啊！有事儿告诉你，对你来说也许是好消息。我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啊？老何，提主任那事儿暂缓了。啊，哎，什么情况？车祸，外院诊断劈破裂，打开看损伤太大，加压包扎送咱这儿来了。生命体征：血压75/45，心率130，呼吸40。来，刘主任。张胜利，张胜利，知道自己在哪儿吗？医院。啊，怎么回事啊？撞车了。那车苹果又好。还知道苹果啊？意识没问题，赶紧加压输液、输血，通知外科准备手术。好，来，抽配血。进去。哎呦，欢迎欢迎欢迎啊！我们的高材生，你终于来报道了啊！哎，刘主任，血压突然降下来了。血怎么还没来啊？血库输送这儿，好像要送到手术室了，我去催一下。怎么搞的？病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输血，赶紧去，赶紧去。张胜利，张胜利，急诊科就这么些人啊？哎呀，人手一直很紧啊，想从别的科调几个过去也是困难重重啊，调着谁是谁不乐意去啊。哎，你来了，这不就好了吗？啊，院长，
何主任医是一个梯队，刘副主任医是一个梯队。我到急诊科，我手下没人啊。哎，你不用担心啊，我会和何主任、刘副主任说的，只要你点名啊，都听你指挥，好不好？那我们的行政主任是谁？哎呀，别提了，这事儿都折腾好长时间了，等过段时间啊，你就知道了。哎，要不这样，你呢，先去办理入职手续，然后呢，我带你去急诊科去见见新同事，好吧？小娜，这个病人的配血速度还是不够快，咱们还要讨论一下输血流程。好，刘主任，恭喜哈！恭喜什么？我已经闻到成功的气息，离我们越来越近啦。你是狗鼻子啊？这样，中午呢，我请大家吃外卖，你负责点啊。好嘞。哎呦，又胖了2斤。哎，看我这饭来吃的特好吃。我是食堂赠说。对呀。哥是不用吃食堂了啊！别小哥，刘主任啊，刘主任，这是啥好日子呀？不是什么好日子，我就不能请大家吃饭了。谢谢。谢谢刘主任。谢谢刘主任。多吃点水，减肥呢。哎，你们吃着啊，我说个事儿。科里呢本来就缺人手，孙萌走了以后，我跟院长提了好几次了，院长也是问了好几个人，但是没人愿意来咱们急诊科。今儿中午呢，咱们科里不忙，咱是不是把这段时间的病例总结一下啊？谁能告诉我，那个拉苹果的车祸病人为什么到急诊室了以后那么长时间没输上血啊？哦，血库说一会儿来送血，一会儿又让我们去取。咱们的应急输血制度是为了救命，不是为了摆样子的啊！哎，这事儿啊，我要摆完护士长，人家就没等，直接跑过去说好话给要来的。是我错了。咱们科除了我跟何主任年长一些，你们都年轻，但一定要记住一点，感情用事是医生的大忌，不能等到说要死人了或者已经死了人了，咱们才心里难受，那有什么用啊？那为什么我们急诊医生不能做得再好一点，对不对？操作常规再熟悉一点，那起码可以做到少死人，对不对？还有啊，医生可是不能说大话的啊。咱们医院有一个医生，我就不点名了，啊，难产剖腹产手术，在说到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时候，说肯定能够保母子平安。哎，你安慰病人是好事儿，是对的，但是不能这么说大话吧？做不到，这责任谁来承担？都吃着呢啊！院长好，院长好。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江小琪，江医生，哈佛大学医学院急救医学博士，年轻有为啊！这我可是花费了9牛2虎之力抢来的人才啊！啊，现在被我们院特聘为副主任医师。来，鼓鼓掌！欢迎。从现在起呢，江主任就是咱们急诊室的一员了，啊，江主任的加入会给我们急诊科带来新的力量。你看，我们急诊室有何主任，有刘主任，再有江主任，我也就彻底放心了啊。哎，何主任，过来，过来。哎，江主任，这位是何建一，何主任。见过，不止一面了。欢迎欢迎。谢谢。那位是刘主任，啊。刘主任好。江主任好。气氛有点不对啊，怪怪的。何主任，请你把大家逐一的介绍给江主任吧，然后给他安排2个人。我呢还要赶到厅里去开个会啊。行吧，行了啊，那就先忙啊，您忙您忙。院长见。院长再见，再见。正好科里人都在呢，都自我介绍一下吧啊。刚才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我先忙啊。小娜，你跟我来这儿。哎，不吃了。你好，我是护士长田亮。江主任，我是王子乔。我知道。我是海洋。张琳。吴亮。我是那个实习医生刘凯，就那个断手那个。你好。刚留学回来，就相当于刚毕业的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口气也忒大了。人家是哈佛的博士生，这么年轻，职称就是副主任医师，而且学的还是急救专业。咱们都算是半路出家。嗨，这半路出家也好，这专业也罢，这面对患者没什么区别，还不是诊断手术吗？咱们科除了何主任，谁能跟您比？我看这江主任也就30多岁，论资历、论人脉，跟您没法比。小娜，现在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您是我师傅，也是我亲姐，我这心里啊就没别人。花言巧语的嘴。张主任，这是从护士长那儿给您领回来的东西。何主任，虽然院长说我可以调动您和刘主任手下任何一个人，但我觉得您还是分配给我一个吧，这样我用起来方便，谁都行。何主任，我可以。你就是个住院医生，你是主治医啊，那么积极干什么？当自己是人才。住院医也是医。我看行啊。王大夫，单身吧？对，单身。单身好啊，值起班了没拖累没负担，24小时随叫随到。啊？就他了。行，那王大夫就跟着你吧。不过其他人你有需要也可以随时调。放心吧，何主任，一定完成任务。江主任，是不是找更衣室啊？在那边，我带你去。那个，谢谢你要我。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能不能稍微婉转一点？你看你换一个说法，你就不会打击到别人。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有别的人可选，我也不会要的。得，还是留在上一句吧。Just kidding。这边。因为我那天来医院见到的第一个人，第一个医生就是你，算是缘分吧。我就觉得是缘分。这边。怪不得上一次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联系方式是什么，你跟我说 catch you later，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来我们医院上班，所以才把那患者送来的？哎，那患者最后怎么处理的？留医院了，治疗呢。联系上家属了是吧？哪有家属啊？那费用是怎么出的？何主任出的。啊，行。他在哪床？我一会儿去看一下。在留观区1床，我带你去。不用了，你先忙你的吧。好。谢啦。不用客气。请问一下急诊交费处怎么走？我不太清楚，你去前面分诊台问一下。啊，谢谢。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家属呢？啊，大夫，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医生，我刚才去厕所，听见有婴儿哭声，你赶紧去看看吧。好。有人吗？还有空床吗？没有。把治疗车拉过来。什么情况？把儿科的医生叫过来。我这里去。吴亮，快帮把这个孩子清理一下。好。怎么回事啊？捡到一个孩子。孩子妈呢？在看这。行。来，借锅，站着，儿科医生来了。什么情况？厕所里捡到一孩子。
生在厕所里了。看现场的情况，应该是。外观正常，没有明显畸形。你看，吮吸也很正常。啼哭声音很响亮，这孩子很健康。不过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明确。一般弃婴都是因为孩子残疾，这个孩子很健康，看来孕妇是真的不想要他了。那先弄你们儿科彻底检查一下吧。好的，帮我推到儿科。好。这得多狠心的嘛！刚生出来就扔。我看了厕所的现场了，不像是生完扔的，应该是孕妇直接把孩子生在了厕所里。我去分诊台问一下，没准能找。这哪找去？这种情况，那是下定决心不要了，早都走了，现在哪找人家？一个女人辛苦孕育了10个月，把孩子生下来，如果不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谁会把孩子扔到厕所里不管啊？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他，我们能帮他。就是去找一把衣服换一换。小姑娘，你怎么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送过来？这里是太平间，送到这儿的都是去世的。我就是问，有没有一个刚出生的已经死了的婴儿？目前没有。谢谢。哎，姑娘，要不要叫个大夫给你看看？没事。师傅，患者女性，32岁，在暴力伤害下体之后呢，造成了便血。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了 ，X 光、B 超、骨盆 CT， 直接说诊断。直肠破裂。何主任，我想问一下，我记得您之前说过，越是着急的病人越要选择纵切口。这个病人这么急，您为什么选择了横切口而不是纵切口呢？首先我有把握，我横切口的速度比有的大夫纵切口的速度还要快。再一个，病人还年轻，纵切口到时候留下伤疤大，横切口愈合以后就是一条线，藏在褶皱里看不出来。行了，缝合伤口。我能这么做，不代表你们就能这么做。记住了，永远是救命第一位，美观其次。记住了。哎，对了，何主任，听说您的行政主任任命被推后了？我不在意。您不在意，我们在意啊。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大了。您想啊，您要是当上了主任，咱们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把自己比成鸡犬，挺恰当。你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聊这种话题，找挨闷。咋的了？看看，来看看，你看这走线，看这缝合，简直是 perfect 呀，艺术品！哎，小本咱记记啊，记啊。呵呵。没事，慢点啊。枪准，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你有糖尿病，我跟你说话呢，你有病。那又怎样？你差点死了，你知道吗？你以为活着就那么好？哟，那可真对不起你了。对不起。
可不是嘛！你碰上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不管你得什么病，我都得给你治，治不好也能治个半好。你觉得活着没那么好，我也得要你活着。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是医生，我只管治病救人。你生病让我给碰上了，我就得给你治，不管你愿不愿意。连上家属了吗？说没有家属，问急了就说给送公安局去。没准他说的是真话。这么小年纪不好好上学，在外面瞎混，要么就是孤儿，要么就是被拐卖的。哎，你是哪种啊？问你话呢。翻什么眼睛啊？翻你怎么了？挺好看的一小孩老翻眼睛，难看。家人，我觉得你太棒了！你说你这么年轻就哈佛毕业，而且你还这么漂亮，你说你还是学霸，这太少见了。而且你在美国是不是老当户对了？你刚还检验？你刚才说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住院费是何主任出的？他说他跟院里交涉，哎，反正不都治上了吗？我刚才捡了一个婴儿，也没有家属。咱们科有基金吗？什么基金啊？看来没有。请全体同事开会。哦。我通知好，告诉你啊。哎，何主任，江主任说一会儿找大家开个会。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子乔说的。没看人就忙着。还有什么好吃的蔬心菜？江主任，我坐这儿。两位主任呢？八床临时有点问题，何主任过去看一下。江主任，刘主任让我跟你说一下，8床那有个病人有点情况，然后呢，他晚点过来。怎么了？江主任，你8床也有事儿？不是，我是想说2个主任都不在，咱们这会还开吗？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个建议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想在咱们急诊科建立一个基金。大家都知道咱们急诊科的性质，经常会抢救一些没钱的，或者是一时联系不上家属的患者。那人命关天，不能没钱就不救吧。所以我想在咱们科室建立一个基金，专门为这些急需用钱的患者服务。等患者抢救过来，家属把钱交了，那我们把这个钱再退回来。我们院里有这笔基金，我知道，但是层层审批才能拿到这笔钱，太麻烦，浪费时间。我们急诊科没有时间跟他们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基金，用起来方便。那咱们这个基金钱从哪儿来的？有3个渠道：第一，我向院里申请一部分；第二，从外面的慈善机构捐赠一部分。但这2个渠道都需要一些时间。最快的是我们自己先凑一部分，等其他的基金到位，再把我们的钱退回来。我带头，先捐5万。江主任，那个，首先呢，我们觉得您做这个事儿呢特别的好，我们大家也都应该支持。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应该量力而为。我先捐200。谢谢。江主任，我呢特别想捐，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月光族，这个月早就，下个月发了工资，我一定表示，行吧？
OK。江主任，我父母最近身体不太好，我这个月把钱都寄给他们了。下个月工资发了的时候，我也一定表示。好，我们江主任，这是我们那个护士的钱。哎，还有我的呢。啊，对对对，还有刘凯的。江主任，我也捐5。500，我就剩500块钱了，我都捐。捐多捐少都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谢谢大家。那这钱先用在那个小毛贼的糖尿病治疗上。大家好，我是何建一。病人发生突发性倒地，先要观察周边环境是否安全，将病人平放，判断你好，呼叫病人，拍打双肩，你怎么了？摸病人一侧颈动脉，判断是否有脉搏。如果病人没有动脉波动，马上要进行胸外按压，按压部位胸骨的中下部2个乳头之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叠放，使用掌根部进行按压，按压深度5至6厘米，每分钟100至120次，按压30次，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使病人仰头，抬下颌，开放呼吸道，口对口，吹气2次。循环进行，每5个循环要检查一下病人颈动脉是否有脉搏，直至救护人员和除产仪到场。原以为人生故事平淡，谁知转眼风云突变。昨天已成为过眼云烟，明天为何如此遥远？原以为人生路途遥远，谁知尽头已在眼前。恩怨情仇就此了断，生死离别不忍说再见。今天的分分秒秒都是对生命最严酷的考验。今天的相依相伴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决